中国近期公布第3批出境团队游国家名单，其中就包括美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发声明表示，欢迎中国团体赴美旅行。这一举措是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一步，对双边关系发展也十分重要。但就在此时，拜登政府的部分高官却开始无端抹黑中国经济，借此来唱衰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相关论调有悖事实，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年前，美国通胀率创下40年来的历史新高。拜登政府紧急出台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为高烧不退的通胀降温。在这一法案落地1周年之际，美国财长耶伦14号在拉斯维加斯发表讲话，宣扬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成果。他表示，这些举措令美国人的生活比1年前更好了。耶伦随后话锋一转，突然将矛头对准中国，声称中国经济放缓将对美国产生一些溢出效应，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风险，甚至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外界注意到，耶伦的论调和美国总统拜登几天前的涉华言论高度相似。拜登10号在出席犹他州一场竞选筹款活动时声称，对全球经济而言，中国经济是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彭博社在事后的报道中指出，这是拜登迄今为止对中国最直接的批评之一，有可能对他数月来旨在缓和近期紧张局势的微妙外交努力造成负面影响。报道还提到，拜登的这番言论其实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数据进行核实，包含几处明显的事实错误，包括错误描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以及混淆中国退休人口和工作人口的数量。针对拜登和其内阁少数官员对中国经济发表的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这种论调有悖事实。事实上，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月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3。汪文斌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通货膨胀持续，金融市场动荡，债务压力上升，各国经济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战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难免会有发展中的困难和前进中的问题。但我们从不避讳问题，而是采取措施，积极加以解决，成效也已经或正在显现。近期，中方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等一系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举措，受到国内外投资者广泛欢迎。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放大炒作中国疫后经济复苏进程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最终难免被现实打脸的命运。观察指出，美国政客唱衰中国，一定程度上旨在转移国内舆论视线。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虽然现在是拜登总统任期内经济数据最好的时候，但现实是全美民调结果仍显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7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很差。大多数美国家庭财务压力仍然繁重，物价也高得离谱，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越来越不堪重负。So-called core rate ex food and energy still running 4.7% ahead of last year. Food and beverage prices 4.8% ahead of last year, and grocery prices at home, food at home, up 3.6%. So inflation still sticky, still stubborn, but a lot lower. 德国新闻电视台提醒，洋洋得意的拜登政府不应忘记，出于对美国政府财政状况不佳和治理水平恶化的担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本月初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观察认为，比起将抹黑中国当成拯救美国经济的政策选项，美国应更多从自身不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找原因，多从脱钩断链的政治操弄中找根源，而不是转嫁矛盾、自欺欺人。但拜登政府仍不断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近期还签署了一项被美媒形容为史无前例的对华投资限制令，旨在限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但路透社指出，不少投资者对此感到困惑，来自华盛顿的噪音让他们难以确定在华业务的走向。
深圳卫视注意到，尽管多数美媒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新限制令背书，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此类禁令对中国的影响很小。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智库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近日的一份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投资人仍是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因此新的限制措施是否会产生严重和长远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And in terms of the ability to impact Chinese developments, it certainly will not ease their ability to do so.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most challenging for them is they want to obviously have access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ing into these technologies. They will continue, of course, to pursue these technologies. 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14号出席活动时指出，美国对中国尖端科技领域的打压不太可能压倒中国，因为封禁任何芯片都不会让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进入停顿。尽管中方可能需要在性能、功耗和可靠性方面做出权衡，但总能设计出解决方案。Yes, it will slow down China's access to high-end capabilities to some extent, but it's not going to keep China down forever. America has to learn to live with China and coexist with China. And hopefully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able to find ways to manage their differences and live together.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和财长耶伦近期轮番对中国经济的动向发表了一些偏颇的言论，您对此如何看？这其实是美国官方的真情流露啊！几十年来啊，关于中国崩溃、中国风险等论调，一直是和中国威胁、中国最大强敌等观点同时并存的。但是呢，中国还是中国。中国就是在这些闲言碎语、纷纷扰扰之中不断发展，中美关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熟。不过呢，这次耶伦和拜登的担忧啊，如果去掉负面的那种所谓什么风险论呐、定时炸弹论等这些不顾事实、己无分寸的言论，我觉得可能更是反映了中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合作发展共同体。美国对中国经济啊是既防范担心又重视依赖的真实心态。事实上，中美是连续多年的国别最大贸易伙伴，无论特朗普的制裁，还是拜登的去风险，或者是什么疫情干扰啊、俄乌冲突影响等等，都不能够减弱中美双边经贸额居高不下、不断增长的势头。中国经济一咳嗽，美国经济就会感冒。中国经济动向与美国的国计民生已经息息相关了，无论是体量还是结构上，已经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性。而且呢，中美之间的共同体关系并非仅仅限于贸易额那么简单啊，在宏观政策，比如说财政啊、产业、债务、税务、货币等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协调，一直就是中美两国重要的共识与合作行动，这更是难以替代的。这种力量相对均衡、利益又紧密依存、风险高度共有的三位一体结构，是今天中美关系的客观现实，也是最近中国经济略有波动的时候，美方也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据国防部网站消息，中印日前在印方一侧举行了第19轮军长级会谈。中国外交部评价称，此轮会谈坦诚、务实且积极。中印边界争端持续已久，马拉松式的谈判取得了哪些进展？当前形势下，两国关系还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来看看报道。国防部网站15号晚发布消息显示，8月13号至14号，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19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围绕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剩余问题展开积极、深入和建设性沟通。在两国领导人共同指引下，双方以开放性和前瞻性方式交换了意见，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对话势头，尽快解决剩余问题。在此期间，双方同意维护中印边境和平安宁。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此轮中方发布消息采用中英双语联合新闻稿的形式，有潜力可循，更便于国际传播。而第19轮会谈距离上一轮相隔不到4个月。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号形容，此轮军长级会谈的氛围坦诚、务实且积极，中方积极评价会谈取得的进展。
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也回应了中印两军举行的第19轮军长级会谈。我注意到，和国防部此前发布的消息稿一样，外交部的回应不算长，但也使用了开放性、前瞻性等积极词汇，形容此次沟通。国防部则表示，双方沟通是积极、深入和建设性的。从实际来看的话呢，两国军长级谈判已经进行了多轮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就是要进入常态化管控的阶段。所以这次第19轮那个谈判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中印关系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跌入低谷，双方在这期间进行了多场高层会晤，并举行了19次军长级会谈和数次双边磋商协调会议。在此期间，两军在加勒万河谷等4个地点取得了脱离接触的成果。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围绕边境问题，双方保持了稳定的沟通频率。第18轮军长级会谈后仅时隔4天，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德里出席会议时会见了印度防长拉吉纳特。李尚福指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了沟通，应登高望远，把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推动边境局势早日转入常态化管控。在此基础上，1个月后，中印在新德里共同召开了边境事务磋商协调会议，并就边境问题达成3项共识。第一，中印同意尽快解决边界西段问题。第二，双方同意保持多渠道沟通，推动边境局势降温。第三，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下一次磋商及军长级会谈。观察指出，从近期中印密集接触来看，边境问题正在朝着趋稳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军长级会谈已进行到第19轮，反映出中印都希望保持边境地区和平及实控线现地稳定，不愿意再爆发冲突甚至升高对抗，并想把边界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种共同意愿是占主流的。当然也需要留意到，中印两军马拉松式的谈判尚未实现大的突破，说明边界争议的高度复杂性，解决难度很大。分析认为，边界谈判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智慧，中方的节奏是连续和稳步的推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着力避免新的摩擦。中印边境谈判之所以陷入一种长期的马拉松式的谈判，我个人觉得主要有3大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印方仍然固执地坚持他所谓的要恢复到2020年4月之前状态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是中方没法答应的。第二个就是印方，尤其印度军方仍然在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力部署，在边境上的一些小动作也不断，这不利于两国的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第3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可能对国际环境有一些战略误判，他认为当前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遏制，可以借机提高在边境谈判问题上的要价。当前中印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外界注意到，由于印度近年来在外交取态中愈发向美国靠拢，使中印之间的敏感问题更为复杂。长期研究印度的学者认为，印度素有大国包袱，希望成为国际舞台有声有色的大国。然而，尽管印度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也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与中国的差距却一直在拉大，催生出其强烈的与中国攀比较量的情节。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让印度产生战略投机幻想，吃定美国需要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诉求。臆测中国在美国的战略压力下需要拉住稳住印度，故而倾向于对华强硬，变相的放弃了所谓的不结盟外交，转而强调在多项结盟的基础上面进行联美恶华这样一个战略取向。这是中印关系持续下行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中印关系持续在低水平徘徊，对两国都毫无益处，尤其对印度而言更是如此。目前印度国内还面临这种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还有一些分离主义运动的此起彼伏的这样一种国内的状态。本应该让印度政府采取一个比较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
这才是比较有利的这个发展壮大的。值得注意的是，下个月20国集团峰会将在印度举行，印度也将此视为提高国际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届时，中印高层会否互动，引发外界关注。In the next few weeks, you've got the BRICS coming up, G20 summits as well. Is there anything new this time to make this issue maybe a little bit more prevalent when it comes to discussions? There is some sense of urgency to actually address this matter, to actually try to come to some resolution, for there to be some disengagement and some progress. Certainly there are, this timing is significant in that sense, but we have to see what actually comes out of this. 7月，王毅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和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中印是多极化进程中的两大力量，两国是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还是相互猜忌、相互消耗，将直接影响各自发展进程和世界局势走向。王毅说，双方要坚持两国领导人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真正将稳定双边关系的共识落实到具体政策，转化为各部门、各领域协同一致的行动。增进战略互信，聚焦共识合作，克服干扰困难，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某种程度上，这次峰会应该是缓解中印两国双边矛盾的一个好的机会。但是呢，从这个峰会的成功和完整性来看的话呢，印方应该与中方相向而行吧，在峰会之前为两国的互动，两国工作层的交往。创造比较有利的那个氛围和条件，这样的话呢，在今年9月的德里G20峰会上面，中印能够共同向全球南方国家或者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共同反映他们的心声。赖清德这次过境窜美，反映了美国以及台湾方面怎样的矛盾心态？这次赖清德过境美国纽约，表现为2个低调。一个呢是赖清德的低调，一个是美国的低调。当然了，美国的低调是主导。这表明了美国正在以台制华和与中共舞之间左右为难的矛盾心态。其实呢，美国一直存在这种矛盾。最近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又起落不定，就更使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进退失据的窘境。既要和中国缓和事态、缓和关系，又要继续以台制华。既要在台海挑拨离间牵制中国，又想避免台海发生真正的重大危机和风险，这种矛盾心态就决定了美国在安排赖清德过境时的矛盾举动。同时呢，受制于美国的低调，台湾当局及赖清德也不得不表现得比较低调。这种低调实际上是表明了台独正在弱化成为一个有限的麻烦制造者。赖清德鼓吹台独的一些陈词滥调并没有什么新意，这不过是两岸关系暂时存在的政治现实困境的一种错误解读而已。其实两岸本来就是一体的事实，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客观存在的两岸血缘、文化、历史关系上，当然了，还有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共识。两岸一体，一个中国已经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元素之一。这些都使得赖清德的那些陈词滥调不攻自破，根本不值一驳。这也是他不能不低调的政治原因之一。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同时呢，由于两岸关系的综合力量差距越来越大，中美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多，以及岛内各种政治力量互动和操作越来越复杂，就使得台湾特别是民进党当局现在主动充当美国棋子的这种既荒腔走板、自取其辱，又弱势日显的特征显得特别突出，已经使得岛内包括选举等元素在中美互动与两岸互动之间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已经丧失自主性的台湾，特别是民进党当局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立场、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已经彻底自我矮化，走向主动充当美国棋子的方向。这样他只能听凭中美互动的大势所定，全无什么自主可言连惹是生非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有限的麻烦制造者的定位了。我们注意到，最近中美涉台博弈不仅分量加重，而且变得更复杂微妙。您对此有何观察？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加重，
是表明了今天中美互动中，美国制约中国的工具是越来越少了，有黔驴技穷的感觉因为从贸易制裁、科技壁垒、脱钩断链到阵营对抗等等都难以见效，美国只得祭出了对美国风险也很大的台湾牌。但多年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台湾政策非常成熟，美国这张牌打得也很不顺利。特别是随着近来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于是出现了美方在涉台问题上的微妙调整，比如极力地表示愿与中国军方进行接触，明确表示希望避免台海出现风险，对赖清德过境等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处理，对美国国会议员对台的动作也有所约束等等。这些都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但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不是中美必然走向冲突的死穴，也不是中美关系困局的根本症结。王毅外长曾经明确指出，中美关系之所以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它的根源或者它的主要病根就在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了错误的对华政策。我很赞同，高度的赞赏这个准确的概括。中美关系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涉台、南海、科技打压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中美之间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中美究竟如何认知对方，并依此建立正确的相处之道？这是根本的问题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错误的认知，政策就会偏差，一个小小的气球也会惹出天大的麻烦。而1972年中美当时还没有建交，还在刀枪相见之际，但由于中美元首正确地认定中美关系将化敌为友，那么像台湾问题等也都会找到相对妥善的处理办法。正如2012年4月，时任国台办主任的王毅先生访问美国的时候，会见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也就是现在的驻华大使。王毅先生当时强调，中方希望美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的因素，而不是摩擦的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可见，只要把握中美根本症结，就能掌握中美涉台博弈的主导权。10年前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后我们也可以争取做到。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本来妄图借助2024岛内选举之前的过境窜美行程，让美国放心，消除依赖论。但美方的低调安排让赖清德不得不主动发声，为自己辩解，甚至将依赖论甩锅给大陆。针对赖清德日前接受彭博社专访时大肆鼓噪台独分裂谬论，中国驻美使馆16号指出，赖清德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解放军报则表示，以美是邪路，谋独是绝路，促统是正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海形势，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赖清德12号至18号以所谓特使身份率团出席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中途以所谓过境之名窜访纽约、旧金山。当地时间16号，赖清德在即将结束巴拉圭之行时，与随团媒体举行茶叙，极力为遭到美方冷遇进行辩解。赖清德辩称，出访前有些人说无法经过美国东部或没有办法去华盛顿，所以规格降低，这些都不是事实。这次自己时间紧迫，因此没有特别另外再去安排跟美国官员见面。赖清德还特意给自己贴金，声称这次台当局与美国团队讨论过程，彼此默契信赖，过境顺利，相当稳健、负责任。他甚至声称，不管依赖论或以美论，都是大陆的宣传，目的是要分化台湾方面与美国关系，在台湾社会创造错误认知，进而影响明年岛内选举。嘴巴上都要说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依赖论、以美论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认知作战，这就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实际上，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长期靠激进的台独立场捞取政治资本。7月12号，他的一席所谓走入白宫说，再度引来美方警觉和关切，要其澄清。
曾在白宫担任中国事务官员的丹尼斯·维尔德就证实，美方对赖清德的此番言论颇感焦虑，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避免出现陈水扁式的局面。压力之下，7月27号，赖清德接受美国彭博社专访，试图洗掉台独标签以及美方对他的疑虑。彭博社15号刊登此次专访内容显示，赖否认自己是台独金孙，强调自己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会延续蔡英文的路线。赖清德从他开始就是否认他是台独金孙，到现在去说他没有独立路径，是，就100%是受到美国压力嘛？人家是要问你，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台海和平？那结果赖清德说他没想过。那这什么？就是从头到尾骗人嘛。对赖清德来说，我讲这个只是个口号，你问我这么多干什么呢？所谓的什么两岸之间要和平啊，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嘛。目的只是为了要骗选票，只是要告诉台湾民众说，你选我放心，我不会战争。不过装不过3秒，赖清德的台独本性再度暴露无遗。在冠冕堂皇地声称自己的责任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后，赖清德继而妄称这现状就是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赖还抛出包括所谓台湾不属于中国、两岸互不隶属、台湾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台湾全体人民共有在内的所谓新3段谬论，以此来包装台独。赖清德还进一步鼓吹，这已成为台湾社会的所谓共识，妄图用台独来绑架全体台湾社会。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直指，赖清德称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此作为台独新定义，既是刻意混淆两岸主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也将维持两岸和平善意的模糊空间彻底戳破。文章指出，赖清德口口声声尊蔡，但他完全无视岛内根本法律，跳过两岸同属一中的模糊空间，直接与大陆摊牌，这才是美国依赖论的根本原因。赖清德想去除美方疑虑的企图不言而喻，却与他的言行相互矛盾，只有更加深质疑。实际上，就是因为依赖论愈加深重，美国方面此次的接待相当低调。纵观赖清德此番行程安排，12号启程，13号过境纽约，当天就要离境；16号过境旧金山，实际上只是转机，并未过夜；17号凌晨就得离开，直到18号凌晨抵台。外界注意到，赖清德此前在过境纽约时已是当地深夜。美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仅在社交媒体上对赖清德表示欢迎，却以出席自家妹妹婚礼为由，为亲往接机，仅派出低层级下属接待赖清德。隔天中午举行的乔宴上，罗森伯格在提前录制的视频中还专门提到一中政策。赖清德并不甘心外界所说的闭门乔宴，便在巴拉圭与媒体查叙期间声称，不是闭门乔宴，而是公开可以报道。然而台媒根本没有对乔宴会场进行任何报道，焦点都是爱国华人华侨在会场外的抗议活动。此外，赖清德还大谈自己在纽约还去看了棒球，不提还好，实情更为尴尬。本来外界都在关注短暂的纽约过境，除了中午的乔宴，在台当局鼓吹的所谓台美默契下，美方是否还安排重要的官员、州长、市长或有台的国会议员会面？但台当局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社交媒体贴出的一张照片却露了馅，这张他与赖清德在棒球场的背影照，配文称老朋友相见，难得忙中偷闲。网友看后狂喷，乔宴后就那么点时间就得离开纽约，根本就是没人接待，就看了这场球，哪还有什么难得忙中偷闲？台媒称飞老远过来只能偷闲看棒球，媒体不会转播带到画面，现场球迷更无感，一张照片透出淡淡惆怅。美方要操控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太容易了，每一个人都会乖乖听美国人的话，或者没那个本事可以冲撞美国人所设下的规矩哈。不像以前陈水扁想要冲撞一下，就后来搞得鼻青脸肿。那如果今天赖清德因为台独的理念、他的信念，他依托了美国的控制的手掌的时候，那抱歉，那就是天大的灾难跟风险。美国他可不要一个
无法受控的麻烦制造者自走炮，把美国卷进一个他并不想进去的漩涡。对于美国彭博社最新释放对赖清德专访的内容，台湾舆论为之震惊。一个之前自诩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竟然称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资深媒体人黄光芹分析说，台湾政坛有2个赖清德，一个是呢主张台独的赖清德，另外一个则是将台独理念隐藏起来的赖清德。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参选2024之前和参选2024之后。资深媒体人陈凤馨呢，则分析说，赖清德在彭博社的发言，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美国对他的疑虑。但是，这个赖清德根深蒂固的台独理念，让美国的态度依然有所保留。赖清德呢，虽然为了掩人耳目，不断的改变他的包装，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将实质跟表象蒙混处理，实际上呢，是台海和平的一大问题。对于赖清德大肆散布台独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号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冥顽不化，这次更利用过境窜美，鼓噪台独分裂谬论，再次表明赖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工作者，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其所标榜的所谓和平论调完全是谎言，这样的人只会给台湾带来兵凶战危。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指出，赖清德为谋取政治私利，大肆鼓噪台独分裂谬论，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赖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实质是搞和平分裂，一中一台。所谓与民主国家并肩同行，实际是攀附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撑腰。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是美方一些人执意推进以台制华。台独没有出路，任何幻想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企图，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15号还在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大会演讲中警告，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统一是历史大事。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妄图以台制华，必将以失败告终。16号出版的《解放军报》发表军声的署名文章指出，我们要正告赖清德支流的台独分子，玩火者必自焚。台独就意味着战争。文章指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海形势，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日韩3国领导人将于18号在华盛顿近郊的戴维营召开峰会，3国外长提前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峰会相关议题，重申将就朝核和朝鲜问题保持密切合作，并加强3边安全合作。实际上，美日韩密切勾连的新动作，可能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朝鲜国防相强纯南就警告称，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大量核装备，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美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15号晚率先举行时长约1小时的视频会议。布林肯表示，戴维营峰会将开启3国合作的新时代。Our heightened engagement is part of our broader efforts to revitalize, to strengthen, to knit together our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in this case, to help realize a shared vision of an Indo-Pacific that is free and open.Prosperous, secure, resilient, and connected. 韩国外交部称，3方一致认为此次峰会将成为美日韩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并决定继续保持密切合作，确保会议取得成功。3方重申将就朝核和朝鲜问题保持密切合作，并商定为应对朝鲜核岛威胁和挑衅，加强3边安全合作。另外，还就俄乌冲突等主要地区及国际形势进行了讨论。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新闻稿则提到，3国的合作不仅是对朝鲜的因应，对于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实现而言，将更为重要。从拜登政府的角度，简而言之呢，就是为了大国竞争，就是为了对中国的一个打压。那么从日本的角度呢，我们知道日本呢，他想和中国呢进行竞争，但是在实力下降的背景之下，他也希望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改善与韩国的关系，来加大对中国的竞争。
当然，从尹锡悦政府的角度呢，它的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服务于说国际地位的提升。三方啊，应该说具体的意图和目的呢不太一致，但是呢，三国呢都有强化彼此关系的这样一个动向。戴维营是美国总统的度假地，美方经常将重大外事活动放在此地，用以凸显与会晤者的良好私人关系。美国官员透露，拜登计划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戴维营的庭院里散步，并共进午餐。三国领导人届时或将是一派休闲风格，穿着衬衫不打领带。虽然拜登将分别与岸田、尹锡悦进行1对1对话，但是三位领导人将一起度过大部分时光，并在会晤结束后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对于这次戴维营会晤，白宫此前表示，三方将讨论扩大在印太地区的三边合作，包括加强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联系，以及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还可能写入类似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的措辞，即对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所有国家的威胁，以此表明三国安全相互关联。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将其形容为戴维营原则。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称，美日韩领导人将启动一系列技术、教育和国防领域的联合倡议，制定防御新步骤，其中包括建立三方热线电话，以便在危机时刻互相沟通，同意每年举行三国跨军种的联合军演。据了解，相关计划的官员透露，年度军演将实时整合美日韩三国使用的雷达、卫星和武器系统，训练如何跟踪和摧毁弹道导弹。日媒此前还披露，美日或将在戴维营会晤期间就共同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弹达成协议。美日韩三边的合作以这次戴维营的峰会为标志，我觉得正在发生一个质变啊，三国的这个合作的机制化正在提升。第二个呢，就是三国我们说在外延上，它的功能上，它得有个目标。这个目标呢，他们越多的越集中于我们说朝鲜半岛核问题，或者针对朝鲜。再一个呢，就是针对中国，又在外在的这个目标上呢，也越来越一致。美日韩一连串动作将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带来多重负面影响，特别是其中针对朝鲜的多项动作，让半岛局势愈发紧张。观察指，美日韩加紧军事协调和联动后，今后出现误判、零星擦枪走火也将提高。在15号举行的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朝鲜国防相强纯南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大量核装备，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强纯南在致辞中列举相关装备，包括1艘核动力潜艇、1架战略轰炸机和1个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并进行了几次模拟与朝鲜进行全面战争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规模之大、强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美日韩三边的这样一个会议呢，它首当其冲呢，应该说进行威慑的呢，就是朝鲜，而且呢，从名义上讲呢，它也是以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的名义呢展开的。当然三方呢加大对朝鲜的这样一个威胁、一个威慑，毫无疑问呢会让朝鲜的安全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接下来如果说美日韩照着目前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下去，我想朝鲜呢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来反制美日韩的相关的一些举措。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还在不断升级。驻韩美军官员14号表示，美国和韩国军队21号将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演习，期间将进行30多项训练。韩国军方称，此次演习将包括来自所有各军兵种的军人进行训练，以应对朝鲜日益严重的威胁。观察认为，这个以盾为名的联合演习，其针对性和进攻性十分明显。就在美日韩大张旗鼓搞峰会之际，日韩之间的历史积怨和诸多分歧，给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仍带来隐忧。特别是尹锡悦政府为化解强征劳工问题而推出的第三方代赔方案，韩国法院仍然拒绝受理相关申请。而在8月15号日本战败日，现在也是韩国光复节的这一天，日本政要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遭到韩国政府谴责。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全州地方法院民事独任第12庭15号表示，韩国官方代理赔偿机构不服韩国法院不予受理劳工赔偿金提存申请，提出的复议申请仍被拒绝受理。韩国政府解决对日索赔矛盾的第三方赔偿方案被法庭叫停。
报道称，法院以韩国民法第496条为据，裁定若当事人表示拒绝，第三方不得代为偿付消灭债务。法院的上述裁定使韩国政府的第三方赔偿方案很可能化为泡影。长期以来，二战强征劳工赔偿等历史问题一直是影响韩日关系的关键因素。韩国大法院于2018年对鲁日劳工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15名原告胜诉，涉案日起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韩国政府今年3月不顾国内民意，提出第三方代赔方案，引发韩国舆论强烈不满。该方案的核心内容为财团替代涉案日起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和拖欠利息。迄今共有11名原告接受了该方案。财团7月开始对包括健在的2人在内的4人申请提存，但遭遇各地方法院的不受理。法院的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也是顾及国内的民意。总而言之呢，我想从尹锡悦政府的角度呢，的确是想尽全力呢推动日韩关系的恢复，但是我想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国内的阻力。韩联社及旗下电视台近期展开的一项韩日关系方向民意调查显示，高达55.4%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要改善两国关系，日方应先就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富有诚意的道歉。而在超过半数的韩国民众看来，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等横亘在韩日间的诸多问题态度不够诚恳，道歉诚意不足。日本朝日新闻网站15号报道，当天上午，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高市早苗、自民党政调会长鸠生田光一、前环境相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了美化侵略战争、核4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参众两院议员也集体进行参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没有参拜，但通过代理人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在韩国极力的这个改善日韩关系、淡化历史问题的背景下，此举呢也实际上也是在打韩国政府的脸。当然这个里面也反映出来啊，日本政府对于那一段历史，他应该担负的责任丝毫没有任何的改正，没有任何的反省。当天，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了韩方的强烈不满。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和国会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士向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进行参拜，韩国政府深表失望和遗憾。韩国政府敦促负有责任的日方人士正视历史，并用实际行动展现反省诚意。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要涉靖国神社消极动态，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肃交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内部友华之声正在逐步壮大。据共同社报道，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15号在东京发表街头演说，表示有意实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高层互访。此前，山口那津男透露自己将于本月28号至30号访华。共同社指，山口那津男已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探讨委托山口向中方领导人转交亲笔信。深圳卫视注意到，公民党长期被视为日本政坛的友华力量，山口本人也一直积极推进中日友好。自2009年就任公民党党首以来，已经6次访华。共同社本月初报道称，山口此行旨在促进改善因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和钓鱼岛问题等而恶化的日中关系。那么中日呢，作为两个大国，这种关系的稳定呢，应该说都是至关重要。应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应该说它的意义呢，早已经超出了双边的这样一个意义，对于地区和国际的，我们说这个稳定、和平与发展，也都是至关的重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日韩戴卫营领导人会议即将举行，但有观察认为，他们所吹嘘的开启三边合作新时代的会议可能虚大于实，您如何评估？对于美日韩戴卫营会晤，以前的调子呢，的确比较高，什么将开启三边合作新时代，什么建立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体系，还有呢，要加强三国国防与技术合作，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等等，俨然呢是一个小北约的架势。但是最近几天呢，这种调子有所降低了。布林肯说要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是有弹性的相互关系。这有弹性呢，就说明三国难以紧密合作。日韩两国呢，干脆是没表态的。那么美国官员呢，还风说这个美日韩呢将采取措施强化机体安全，
但是呀，要完全实现美日韩三方合作框架形成所谓制度化，仍然呢有一段路要走。这些呢都让人怀疑啊，这个美日韩戴维营会议可能是虚多实少，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这样的判断呢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呢日韩关系向来无常，特别是韩国，基本上呢就是这个左翼政党上台则与日本交恶，右翼政党上台呢则与日本呢稍微改善关系。况且呀，这个日韩的独岛之争呢是无解的。我们刚才呢也讲到，这个日韩在中美之间呢部分的选边站已经让日韩两国都感到麻烦多多，自身的地位下降。那么要是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军事联盟和制度化的安全体系，不仅呢是直接的对抗朝鲜，而且是枪口一致的针对中国，那么日韩呢就要麻烦大了。这个日韩呢不就更加不安全了吗？其实呀，就是在对待中朝关系上，美日韩三国呢也是各有侧重。美日呢更看重制约中国，企图干预台海事务，而韩国呢更重视朝鲜核岛。尹锡悦呢在台海问题上说了些胡话，但本质上呢仍然是当成中国的内政。那么美日韩之间的矛盾呢，决定了三国建立制度化的联盟体系是不太可能的。三国呢可能搞点军事热线什么的，进行军事合作项目，但是呀，要建立三国军事联盟是不太可能的，雷大雨小。在美日韩即将举行戴维营会议前，日本公民党希望恢复中日首脑会晤，而韩国法院拒绝受理代日赔偿的申请。那么日韩究竟为什么又发生分歧呢？日韩短暂的合作，除了解决几年前的贸易摩擦以外，其他的根本性的冲突呢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呢，现在又逐渐的冒出来了。其中呢，最根本的问题是，日韩啊在中美之间很难选择站队，选边站呢就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我们呢先来看看中日关系，原本挺好的，但是呢，日本紧密地考虑美国对中国进行半导体出口限制，跟随美国涉足台湾问题，中日经济关系就受损，对历史问题的清算呢也会高涨，还包括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你看日本投降日啊，中国网民的呼声就知道侵略战争的历史是抹不掉的。我们再来看日本首相和官员对靖国神社的祭拜，唤起了韩国民众的历史记忆，不仅反对这个韩日军事合作，一些法院呢更是拒绝受理这个代日啊赔偿劳工损失的案件申请，等于呢是抹杀战争历史呀。所以呢，日本国民党提议这个中日首脑会晤，以改善中日关系来缓解日韩冲突。我们接着看中韩关系，原本呢也挺好，受到美日的鼓噪，不仅加入到对华限制半导体的行列，而且呢鼓吹台湾问题是国际化。这下好了，韩国在对日贸易上呢不仅扩大了逆差，而且呢韩国在这个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呢也是直接受损。最麻烦的是搞坏了中韩关系，那么韩国呢在朝鲜半岛冲突上就失去了可以缓和的帮手中国，这个自己呢直接暴露在这个朝鲜的炮火下，对日本不负责任的核废水排放呢也是不敢说一个不字。换句话说呢，日韩两国靠拢美国，发现呢两国经济都受损了，国际地位都下降了，两国间的根本性冲突呢也无解，独岛之争和历史问题呢还摆在那儿，这两国呢都有点心烦意乱，似乎呢在重新的打量这个近邻中国，试探性的放出一些和解的风，寻求与中国稳定关系。但是呢，日韩弥合与中国的关系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要看他们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了。